科技简报2023年3月7日11，我们对各大媒体的内容整理出精要，让你迅速掌握全球科技进展。中国将成立国家局来管理其数据宝库。Reuters， 中国提议成立国家数据局，协调数据资源的开发和共用。为了消除对其数据被滥用的安全担忧，该局将由国家计划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NDRC 管理。中央网信办监管中国互联网的某些职能也将移交给该机构。该局将负责推广智慧城市和信息资源交流。这一规划举措出台之际，中国已经公布了新的法律，要求处理数据的组织进行评估，并在处理大型使用者群时获得批准。巴基斯坦金融科技初创公司 Tracker 筹集6.4万美元，获得贷款许可证。Reuters， 物流初创公司 Tracker 已经筹集了6.4万美元的种子资金，并获得了非银行金融公司的执照。它为巴基斯坦的中小型卡车运输公司提供运输管理和供应链解决方案。这些公司基本上没有证件和银行账户。创始人Surya Bawani 表示，使用该平台的卡车司机中只有不到 5% 可以获得金融服务，并补充说 Tracker 正在寻求以合理的风险调整利差推出基准卡拉奇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金融产品。该公司的投资者包括 Alzani Venture Capital、Heda Global、Axion Venture Lab、Peter Findlay 和 Sturgeon Capital。Inter 的股价下跌，因为他开始寻找新的首席执行官。Reuters， Inter 开始寻找2年来的第3任首席执行官，现任首席执行官 Ignacio Madix 卸任，担任董事会顾问2年。Madix 将在找到新的首席执行官后辞职，该任命将与公司的新战略计划相关联。该公告导致股价下跌略高于 6%， 分析师称负面消息是今年一位主要高管的又一次离职。今年夏天早些时候，费尔南多·阿布里尔·马托雷尔 Fernando Abreu Martorell 被罢免为执行主席后，8名独立董事会成员离职。寻找新首席执行官的工作将立即开始。国有控股公司 SCPI 持有 Inter 的最大份额为 25.2%。Kakao 提出收购 K-pop 公司 SM35 百分号的股份。AP 美联社，韩国公司 Kakao 已提出邀约收购 K-pop 经纪公司 SM Entertainment 高达 35% 的股份，使其成为该集团最大股东，占 40%。股价上涨 15% 的 SM 娱乐公司批准了此举，此前曾反对 HYBE 试图增加其对该公司的拥有权，称其为敌意收购。这笔交易还削弱了 HYBE 通过增加其拥有权份额来垄断 K-pop 行业来加强其在行业中的地位的计划。SM 和 HYBE 合计占该行业数位音乐和专辑收入的 70% 左右。飓风弗雷迪星期五在罕见的第2次袭击中猛烈抨击莫桑比克。AP 美联社，非洲西南部国家莫桑比克正在为热带气旋的第2次袭击做好准备。根据联合国在印度洋留尼汪岛的监测站的说法，热带气旋弗雷迪将在莫桑比克海峡上空逐渐增强到热带气旋甚至强热带气旋的阶段，然后在周5至周6夜间登陆。该国仍在从第1次袭击的影响中恢复过来，洪水影响了大约213000人，并摧毁了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和附近省份的28000多所房屋，造成两国21人死亡。弗雷迪上个月袭击了马达加斯加东部，然后穿过海峡并猛烈抨击莫桑比克。它的重新出现使气象学家感到困惑，因为它不断改变方向和多项破纪录的壮举。弗雷迪已经4次加强，这是南半球热带气旋的第1次。它现在还保持住所谓的累积旋风能量的世界纪录，这是一种衡量气旋强度随时间变化的指标。预计将在莫桑比克赞比西亚省登陆。11月至4月被归类为西南印度洋的气旋季节。气候科学家表示，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气旋，使它们更长、更潮湿、更频繁。腾讯支援的 AirWallex 在中国获得电子支付牌照。Reuters， 澳大利亚金融科技公司 AirWallex 通过收购广州商务通网络技术公司，并在中国获得第三方支付供应商牌照，增加了其在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等主要市场的现有牌照。
Airwallex 在解决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跨境交易中遇到的痛点。Airwallex Crow 兼亚太地区总经理开武表示，这家腾讯支援的公司去年延长了一轮融资，筹集了1亿美元，估值为55亿美元。中国将重组科技部，以更快地实现自力更生。官方媒体 Reuters 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中国正在重组其科技部，以确保更好地分配资源，应对重大技术挑战。这些变化已被纳入中国的国家机构改革计划，也将有助于减少中国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习近平总统在美国一系列出口管制措施影响了许多中国公司和行业之后，一再推动这一议程。中国习近平对宁德时代电池市场主导地位的感受喜忧参半。Reuters 在上周与工商代表的会晤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世界领先的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CATL 表示担忧。尽管该公司正在迅速扩张，在中国和国外有几家工厂，但据报道，习近平质疑宁德时代是否过度饱和和过度自信，称风险难以形容。宁德时代拥有 37% 的全球市场份额，包括与大众、特斯拉和宝马的协定。习近平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呼吁拜登政府审查宁德时代最近与福特达成的协定，理由是担心美国依赖中国工业。中国官员还建议对合作伙伴关系进行审查，以确保宁德时代的核心技术不会转移到美国。宁德时代还同意降低中国汽车制造商的成本，以便与中国航空锂电池 CALB 和一伟能源等新兴竞争对手竞争。习近平认为，宁德时代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必须平衡发展与安全，鼓励公司为长期成功而努力，而不是努力被视为无与伦比。拜登的清洁能源工厂工作可能无法满足美国工会工人的需求。Reuters 路透社对企业合周公告的分析显示，尽管美国总统拜登承诺应对气候变化将为美国工会成员带来数百万个高薪的中产阶级工作，但已有超过50个宣布的国内制造业投资支援清洁能源转型，已在27个工作权州进行。这些州包括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禁止公司要求工会会员资格或支付工会会费作为就业条件。这些工厂占拜登6个月前通过的气候变化法迄今为止宣布的500亿美元总投资中的430亿美元。这种情况对拜登政府来说是一个考验。拜登政府正在推销脱碳的美国，承诺新的清洁能源工作将与美国煤矿和炼油厂失去的那些拥有强大工会存在的工作一样好。然而，工作权州的工作与较低的工会化率和工资有关。自2021年8月下旬签署修订版的综合气候和能源政策 CCP 以来，已宣布的50多家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工厂中， 83% 位于工作权州。加密世界迷上增长，比特币投资者转向智慧代币。Reuters一些投资者选择智慧合约代币而不是比特币进行高增长投资。比特币最初是作为常规现金的替代品而开发的，而智慧合约代币则是在支援去中心化金融 DeFi 应用程式的区块链平台上原生开发的。Market Vector 的智慧合约领导者指数年初至今上涨了 36%， 超过了比特币 33% 的涨幅。资产管理公司 Finekia 的首席执行官 Bandeep Rangar 预计，最大的加密货币回报将来自智能合约代币。前20名最大的加密货币中约有7种是智慧合约代币。日本发射 H3 火箭，在第2阶段失败时将其摧毁。AP 美联社，日本航太局故意在6个月内第2次摧毁 H3 火箭，原因是其任务第2阶段发射的故障。火箭携带了一颗高级陆地观测卫星，主要用于救灾和地图制作，以及一个实验性的国防部红外感测器，用于监测军事活动，包括导弹发射。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派出命令摧毁火箭，一旦任务无法完成，火箭就完成了第1阶段并遵循了计划的轨迹。官员们正在调查失败的原因。
H3 是日本22年来的第一个新火箭系列，耗资2000亿日元 14.7 亿美元，作为 H2 火箭的继任者开发，并且可以以1半的成本携带更大的有效载荷。较小的 Epsilon 系列科学卫星火箭于去年10月失败。昨天的失败也可能影响日本的导弹防御计划。航天发射业现在竞争日益激烈，主要参与者包括 SpaceX 和 Arianespace。日本新火箭在发动机问题后失败，打击太空野心。Reuters， 日本的新型 H3 火箭在首次太空飞行中遭遇故障，发射器的第2级发动机未能按预期发射。发射的目的是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并与 SpaceX 竞争。该火箭在上个月发射失败后首次尝试失败。新火箭旨在将政府和商业卫星提升，并将物资运送到国际空间站。这枚火箭携带一颗灾害管理陆地观测卫星和一个实验性红外感测器，该感测器旨在探测朝鲜弹道导弹的发射。MHI 已确认正在与 JAXA 确认火箭周围的情况，并且没有立即发表评论。H3 发射的成本计算为其前身 H2 的1半。据说这次失败对日本未来的太空政策、太空业务和技术竞争力产生了严重影响。大阪大学太空政策专家 Hirotaka Watanabe 说，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猎鹰9号发射到低地球轨道的成本估计为每公斤2600美元，而 H2 的同等价格为10500美元。MHI 股价在早盘交易中下跌 1.8%。作为日本与美国在太空合作的一部分， H3 最终还将向为月球空间站运送货物。美国宇航局计划建造该空间站，作为其将包括日本宇航员在内的人送回月球的计划的一部分。日本火箭的失败发生在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射欧洲航太局新的低成本阿利亚纳6号飞行器之前。在一个日益由 SpaceX 和重复使用的猎鹰9号火箭主导的市场中， H3 由一种新的更简单、低成本的发动机提供动力，其中包括 3D 列印部件，面临住严格的审查。法官说，原为其必须面临人工智慧商业机密的审判。Reuters， Meta Platforms 前身为 Facebook 将不得不为人工智慧初创公司 Neuromagic 在波士顿提起的诉讼辩护，该诉讼涉嫌窃取其机密资讯。该决定由美国地区法官邓尼斯·卡斯珀周一作出。Neuromagic 由2名前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创立，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声称 Meta 窃取的2个未公开秘密的突破性算法支撑了其技术，并驳斥了 Meta 声称演算法是公开可用的荒谬的。根据诉讼， Neuromagic 的前计算机科学家 Alexander Slaytesky 被指控为窃取秘密资讯的同谋，他搬到了 Meta。被指控的演算法盗窃导致法官批准了一位专家，该专家建议 Meta 欠 Neuromagic 高达 7.66 亿美元的版税。2家公司的代表尚未发表评论。夏威夷引用人类骚扰座头鲸海豚。AP 美联社，一名男子因在夏威夷大岛附近的 Kealakekua 湾州立历史公园骚扰座头鲸和一群海豚而被引用。他被抓到追捕青春期鲸鱼，随后带领一群人追逐宽吻海豚。许多人目睹了骚扰活动，他们又向夏威夷土地和自然资源部伸出了援手。该男子将于5月11日出庭。环境骚扰影响海洋生物的社会经济平衡，最终影响依赖海洋资源的人们的生活。所有海洋哺乳动物都受到1972年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1973年濒危物种法和州法律的保护。如果被发现不尊重这些动物或其栖息地的任何部分，您可能会被要求支付2万美元或更多的罚款，并被判入狱。与海洋哺乳动物的近距离接触，就像在世界各地各个旅游热点看到的那样，会产生一个与人类干扰野生动物有关的令人担忧的问题。随着人们对这种互动的担忧不断加剧，特别是那些通过人类娱乐活动引发的互动，一些动物学专家建议重新思考美国和国外公众在海洋生物保护中的作用。专家们特别反对人类与海洋生物一起游泳，理由是圈养繁殖和公共教育可能是更可行的选择。通用汽车的 Cruise 将专注于削减成本，因为它增加了机器人计程车。Reuters，
据其首席运营官吉尔·维斯特 Gil West 称 ，Cruise 今年将专注于削减成本，因为他寻求平衡其无人驾驶技术的支出与新兴竞争，以及2020年从母公司通用汽车流血近20亿美元的底线。这些评论反映了自动驾驶汽车公司之间正在进行的生存斗争。这些公司一直在努力将有前途的技术转化为强大的商业主张。Cruise 本身于2020年10月在三藩市推出了无人驾驶计程车服务，但车队数量只有几十辆，仍处于测试的早期阶段。尽管如此，该公司的首席运营官还表示，其全自动驾驶 Origin 车辆正处于认证的最后阶段，并准备进行全面生产，并建议其他障碍，包括技术挑战和监管许可，将在2023年之前得到解决。Rivian 计划出售 1.3 亿美元的债券以支撑资本，股价下跌。Reuters， 电动汽车制造商 Rivian 正在发行13亿美元的高收益绿色债券，其债权人可以选择再购买2亿美元，所得款项将用于说明推出较小的 R2 汽车系列。Rivian 的产品包括 RET 电动皮卡和 RES SUV。分析师认为，该公司正试图获得尽可能多的资金来帮助其处理供应链问题，同时也在等待电动汽车 EV 元件的价格下降。Rivian 最近解雇了 6% 的员工，因为它正在努力摆脱亏本制造车辆。该公司证实，其资本和现金储备将持续到2025年。Twitter 的欧盟主要监管机构对蓝色勾号的推出感到担忧。Reuters， Twitter 在多个欧盟 EU 市场推出了 Twitter Blue 订阅服务，而无需咨询欧盟的主要隐私监管机构。爱尔兰数据保护专员海伦·迪克森 Helen Dixon 表示，该服务引发了隐私问题，包括围绕账户验证的问题。Twitter Blue 为经过验证的公众人物账户提供蓝色复选标记，但需收费。它于去年在美国推出。迪克森表示，尚未启动正式调查，但他在启动后与 Twitter 进行了讨论，在此之前应该与他的办公室进行磋商。新的欧盟美国数据协定对 Facebook 监管机构来说可能为时已晚。Reuters， 由爱尔兰数据保护专员 DPC 领导的欧盟监管机构正在最终确定一项禁令，禁止 Facebook 使用法律工具将欧洲用户数据传输到美国，因为担心美国情报机构可能会访问这些数据。Facebook 拥有者 Meta 警告说，如果实施停工，它将不得不暂停其在欧洲的 Facebook 服务，并且尚未达成新的协定来取代这一禁令。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达成一项新协定，旨在为欧盟公民提供与欧洲法律相同水准的数据保护。推动赋予拜登新的权利，以禁止 TikTok 在国会取得进展。Reuters， 美国参议员马克·华纳 Mark Warner 和约翰·图恩 John Thune 将公布一项题为限制危急资讯和通信技术 Restrict 法案的安全威胁的出现的法案。该法案将赋予拜登政府新的权利，禁止 TikTok 等可能构成安全风险的应用程式。据报道，该法案定于3月16日公布，是与白宫协调制定的。白宫发言人拒绝透露政府是否会批准这项立法，只是说他正在与国会合作处理与网络安全有关的事项。TikTok 因担心中国政府可能访问用户数据而受到批评。上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批准了允许拜登总统禁止该应用程式的立法。参议院法案是一系列提案中的最新一项，旨在提供新工具来限制为元组跳动拥有的平台的使用。该平台被超过1亿美国人使用。2020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建议为元组跳动剥离 TikTok， 因为担心用户数据可能会传递给中国。虽然 TikTok 否认有任何间谍指控，但美国政界人士继续质疑其数据安全措施。TikTok 首席执行官 Shou Zichu 将于3月晚些时候出席国会。该公司还对该应用提议的禁令将如何影响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出口表示担忧。Meta 将继续发布 AI 工具，尽管有泄密声明。Reuters， Meta Platforms 表示，它将继续为获得批准的研究人员传播其人工智慧工具，尽管在线留言板上有报道称其大型语言模型 Meta AI 已泄露给未经授权的使用者。
Facebook 拥有者 Meta 的人工智慧研究部门上个月发布了 Llama， 提供了对其大部分工作的开放访问。相比之下，竞争对手 OpenAI 严格控制其技术，并向软体开发人员收取使用它的费用，但 AI 工具具有滥用的可能性，例如传播虚假资讯。原为其允许在非商业审查过程中访问研究人员和其他团体。上周的报道称，大语言模型已在4chan论坛上提供下载，但无法验证声明的真实性。欧盟称 WhatsApp 同意在政策变化方面更加透明。Reuters WhatsApp 承诺提高其隐私政策变更的透明度，以回应各种消费者协会的投诉。去年，欧洲消费者组织和欧洲消费者当局网络声称， WhatsApp 对其隐私政策的更改违反了欧盟概述的透明通信规则。该公司同意的变更包括要求向欧盟使用者清楚地解释合同变更及其对其权利的影响，同时确保使用者可以轻松拒绝或接受拟议的变更。WhatsApp 还必须提供更加使用者友好的通知系统，以便更有效地更新政策变化。Facebook 旗下的 WhatsApp 也证实，其使用者共用的个人数据不会出于广告目的进行整理。司法专员迪迪埃·雷恩德斯 Didier Reynders 对新的变化表示欢迎。他说，消费者有权了解他们同意的内容以及该选择的具体含义，以便他们可以决定是否要继续使用该平台。部落埋葬南加州著名的美洲狮 P22。AP 美联社，南加州一只著名美洲狮的死亡引发了关于大型猫科动物遗骸处置的争论。这只美洲狮被称为 P22， 过去10年一直住在格里菲斯公园，这是一个以好莱坞标志而闻名的城市地区。P22 是加州濒临灭绝的美洲狮及其遗传多样性下降的象征。在它去世后，洛杉矶地区的部落和野生动物官员之间就科学家是否可以保留美洲狮遗骸的样本进行研究进行了辩论。丘马什人、塔塔维亚姆人和加布里埃里诺人的一些代表认为，尸检期间采集的样本应该与 P22 的其余尸体一起埋在他度过一生的祖先土地上。一些部落长老声称，保留标本进行科学测试是对他们的传统的不尊重。野生动物官员认为， P22 大约12年前出生在圣莫尼卡山脉西部，但由于父亲的侵略和他自己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寻找配偶而离开。这驱使美洲狮穿过2条交通繁忙的高速公路，向东迁移到格里菲斯公园。2012年，一位野生动物生物学家用跟踪相机捕捉到了它。这只美洲狮被命名为 P22， 因为它是国家公园管理局研究中的第22只美洲狮。经过部落代表、野生动物官员和其他人之间的多次辩论， P22 最终被埋葬在圣莫尼卡山脉的一个秘密地点。传统的部落葬礼包括歌曲、祈祷和圣人烟雾清洗。根据 Alan Salazar 的说法，他是 Fernandino Tatavian 部落的部落成员，也是 Chumash 部落的后裔。出席仪式的萨拉萨尔说，他相信 P22 的遗产将说明野生动物官员和科学家意识到尊重动物的重要性。Silvergate 的危机加深震撼了加密股票。Reuters Silvergate Capital 的股价在暂停其加密支付网络后下跌了 11% 以上，称其已做出基于风险的决定，立即终止 Silvergate 交换网络。其他几只加密股票周一也收于负值区域。加密借贷同行 Signature Bank 下跌 2.5%， 而比特币矿机制造商 Bank International 和 Canaan 分别下跌 2.8% 和 8.4%。比特币买家 MicroStrategy 下跌近 4%， 交易所 Coinbase Global 下跌 2.7%。分析师认为，3网络的终止可能表明 Silvergate 可能会考虑逐步减少运营。在山姆·班克曼弗里德 Sam Bankman-Fried 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倒闭后，该公司一直在苦苦挣扎，促使投资者在2021年最后3个月从该银行提取了80亿美元的存款。该银行报告2021年第4季度净亏损10亿美元。特斯拉降价，需求萎靡还是提振销售的策略。AP 美联社，特斯拉已将其最昂贵车型的价格下调了 9%， 这是该公司今年的第2次降价。一些行业分析师表示，此举既是为了获得更多销量，
也是为了抵御竞争对手进入市场的新车型。自2019年第三季度以来，特斯拉 Model S 和 X 的销量下滑了 8% 以上。Guidehouse Research 的 Sam Bolsam 推测，这种下跌可能引发了1月份的降价以及最近的降价。在上周的投资者日演讲中，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表示，负担能力仍然是客户的障碍。虽然许多消费者想购买特斯拉，但该公司的产品超出了他们的财务能力。晨星 Morningstar 分析师塞斯·戈德斯坦 Seth Goldstein 表示，特斯拉正试图在最大化收入与维持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并使用更快的交付率来降低生产成本，而不是重复降价周期。他表示，特斯拉的降价是在竞争环境中保持市场牵引力的一种方式。竞争对手需要以较低的成本生产高品质的电动汽车，才能留在电动汽车市场。虽然 Model S 和 X 销量仅占特斯拉整体数据的一小部分，但一些市场观察人士表示，鉴于新车型的价格较低，最新的降价可能会影响二手特斯拉的剩余价值。然而，阿布萨米德认为，虽然2021年推出的 S 和 X 格子版的外观与原始车型有一些相同的设计特征，但他们在引擎盖下进行了净升级。他认为客户不一定知道这些改进，除了改进的电池技术为两种型号提供了更长的续航里程。资料盒、银门危机，加密行业巨头放弃陷入困境的贷方。Reuters Silvergate Bank 是美国最大的以数位资产为重点的银行之一，在担心其金融稳定性之后，加密货币公司作为客户大量外流。Coinbase、MicroStrategy 和 BAT 等重量级公司都表示，在一份档对 Silvergate 继续经营的能力提出质疑后，他们将停止与数位资产银行进行交易。该银行的股票已从2021年11月的历史高点下跌了近 98%。该银行已做出基于风险的决定，停止支援加密支付的 Silvergate 交换网络。然而，该银行坚称其财务状况稳定，资产负债表强劲，资产超过20亿美元，报告的净亏损不到2500万美元。德国计划禁止华为、中兴通讯进入部分 5G 网络。论文 Reuters 据报道，德国政府计划禁止电信提供者在其 5G 网络中使用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某些元件。德国网络安全机构的官员一直在检查不断增长的 5G 网络中是否存在危及德国安全的元件，预计该调查要到今年10月才能产生结果。一项研究发现，德国的 5G 无线接入网络设备比 4G 网络更加依赖华为。华为和中兴通讯客户对其 5G 设备的身份是秘密的。破产的 FTX 附属公司阿拉米达起诉灰度。Reuters FTX 的附属公司 Alameda Research 正在起诉资产管理公司 Grayscale Investments 的赎回禁令。该禁令阻止投资者撤回用于购买 Grayscale 股票的资金，防止交易所客户出售前者。阿拉米达研究公司声称，这项措施导致分配给这些资产的价值损失了 80%， 约 2.7 亿英镑。此外，该诉讼指控 Grayscale Investments 违反信托协定和信托义务。根据 FTX 的说法，如果基金管理公司保持较低的费用并且没有采取措施防止赎回，那么破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的股票价值将比其当前价值高出约 90%， 而已发行的股票将被 Grayscale 锁定。州检察长要求 TikTok 遵守消费者保护调查。Reuters美国45名州检察长要求中国拥有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式 TikTok 提供与正在进行的消费者保护调查有关的传票材料。各州正在调查 TikTok 是否从事可能损害 TikTok 使用者，尤其是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欺骗行为。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阿什利·穆迪 Ashley Moody 负责调查，并敦促田纳西州法院迫使 TikTok 提供所要求的资讯。这家科技公司正在接受美国立法者的调查，因为他们遵守了保护儿童隐私的美国法律。该公司去年曾因一份投诉草案而受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该投诉称 TikTok 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非法收集了儿童的个人资讯。TikTok 并不是第一家因其对年轻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而面临法律审查的社交媒体公司。Facebook、Instagram 和 Snapchat 的设计选择都面临住强烈反对，这些选择鼓励了上瘾的行为，包括强迫性滚动数小时和观看有毒内容。Instagram 最近因向用户隐瞒喜欢技术而受到抨击，该公司表示此举旨在保护使用者的福祉。然而，一些批评者认为，隐藏技术是试图吸引更多使用者到该平台。英国反对派呼吁为儿童提供更好的在线保护。Reuters， 英国工党呼吁政府通过其在线安全法案。此前，路透社透露，与其竞争对手 TikTok 相比， Snapchat 从其平台上删除的儿童数量不成比例的低。在2021年4月至2022年4月期间， TikTok 在英国每月阻止大约18万个可疑未成年人账户，而 Snapchat 每月仅删除60个账户，全年仅删除700个账户。影子数位、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露西·鲍威尔 Lucy Powell 呼吁政府修改该法案，挑战促进伤害和未能保护儿童的平台的演算法和商业模式。虽然英国和欧盟正在努力解决如何在不损害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保护社交媒体使用者，尤其是儿童免受有害内容的侵害，但依赖于自我报告的用户数据，如年龄验证技术的措施并非万无一失。在线安全法案在延迟后已被淡化，并将要求科技公司执行年龄限制，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Snapchat 的一位发言人告诉路透社，这些数位并不能正确代表为将13岁以下的人排除在平台之外所做的工作。特斯拉因螺栓松动召回3470辆 Model Y 汽车。Reuters， 特斯拉宣布在美国召回近3500辆2022年和2023年的 Model Y 汽车，原因是第二排座椅靠背框架的螺栓出现问题。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证实，这些螺栓可能没有牢固固定，可能会导致安全带系统的性能下降，从而增加发生碰撞时的受伤风险。虽然特斯拉在整个12月确定了5项可能与该问题有关的保修索赔，但他表示到目前为止尚未收到任何与故障有关的伤害或死亡报告。特斯拉将检查第二排驾驶员和乘客侧座椅靠背框架到下部座椅框架的螺栓，并在必要时根据规格制作螺栓。去年12月，特斯拉的供应链改进了流程控制，以确保螺栓具有正确的扭矩。目前，全球约有220万辆特斯拉汽车在流通。这是美国电动汽车 EV 制造商在1个月内第2次被迫召回其电动汽车。通用汽车 GM 因锂离子电池起火而召回了近69000辆雪佛兰螺栓。该公司表示，将在召回时更换 EV 内有缺陷的电池模组。全球电动汽车召回可能会继续给制造商带来进一步的麻烦，他们随住电动汽车市场的增长步伐而更加关注电动汽车生产。推特故障作为连结，图像无法载入。AP 美联社 Twitter 在1月28日经历了一系列故障，因为一些使用者无法登录，并且连结不起作用，而图像无法载入。该公司表示，它正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并对遇到的不便表示歉意。Twitter 的工程师警告说，自从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裁员以来，该平台出现故障的风险更大。11月，出现了一个阻止人们发送推文的错误。在马斯克裁员后，专家和工程师表示 ，Twitter 可能会变得非常粗糙，特别是如果马斯克在实施前没有测试的情况下做出实质性改变。专家们补充说，他们认为没有立即崩溃的风险。最近几个月，该平台的不稳定性和错误不断增加。然而，这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 Twitter 是一个被主要品牌和影响者广泛使用的平台。这些品牌和影响者已经在社交网络应用程式上形成了整个职业和收入。这些问题，特别是如果它们持续很长时间，可能会导致平台的受欢迎程度下滑，这可能导致许多使用者转向不同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式。美国司法部反对谷歌将广告反垄断案转移到纽约。Reuters， 美国司法部和弗吉尼亚州原告已经提出理由，要求在弗吉尼亚州联邦地区法院继续对谷歌提起反垄断诉讼，指控其涉嫌反竞争滥用广告技术，并警告说，
如果 Alphabet 赢得将案件转移到纽约的竞标，诉讼将旷日持久。今年1月，挑战来到亚历山大联邦法院，威胁要拆分谷歌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谷歌律师称，通过多区诉讼，案件的合并将减少裁决不一致的可能性。然而，政府告诉法院，将这些案件退回原审地区法院审理，不会消除审判判决或上诉决定的差异。司法部声称，按照谷歌的要求将案件转移到曼哈顿，将意味着最早在2025年进行审判。数位步兵亲特朗普的机器人蜂拥而至，德桑蒂斯、海利。AP 美联社，以色列科技公司 Cyber 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庞大的自动 Twitter 账户网络，这些账户发布亲特朗普的信息并传播错误资讯。该团队已经确定了至少3组在不同时间创建的账户，这些账户加起来可能有数十万个。他们似乎在发布高度协调的信息，不仅积极宣传特朗普，而且诋毁来自各个政治领域的批评者。目的似乎是制造一种对特朗普支援力度的错误印象，在下届总统大选前围绕他的候选人资格塑造在线对话。用于操纵在线辩论的自动机器人账户是俄罗斯在2016年大选中创建和部署的著名账户，促使科技公司改进对此类账户的检测。然而 Cyber 认为其研究表明这种做法并没有消失，我们对2024年主流共和党情绪的理解正在被在线机器人的盛行所操纵。该公司警告说，此类账户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不仅因为它们生成自己的内容，还因为它们放大了其他使用者的帖子，从而增强了机器人的首选消息。与此同时，允许机器人撰写更真实、更复杂的消息和照片的新人工智慧程序为检测此类账户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特斯拉将美国 Model S 和 Model X 价格下调 4% 至 9%。Reuters， 特斯拉再次下调了 Model S 和 Model X 的美国价格。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的网站显示， Model S 基本车型的价格下调了 5% 至$89,990美元，而 Model S 的性能格子版也下调了 4% 至$109,990美元。Model X 的性能版和基本版的价格都降低了1万美元。特斯拉的降价比竞争对手更频繁、更深入，后者通常每年只调整一次价格。在特斯拉1月份降价后，该汽车制造商的车辆需求有所增加。特斯拉有一个新的 Model 3版本和 Model Y 变体正在筹备中，而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承诺在今年下半年提供更多功能。伊朗最高领袖称校园中毒浪潮为大罪。Bloomberg， 伊朗最高领导人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 Ayatollah Ali Khamenei 呼吁，如果他有罪，对涉嫌在全国数百名女学生中毒事件负责的人将受到严厉惩罚，毫不留情。这是他对令人作呕的首次公开回应。伊朗官员对数十所女子中学遭到毒气袭击后发生的事情给出了不同的描述，导致年轻女孩住院。关于学校数量和受影响学生人数的报告各不相同。有人认为，这些袭击可能是对抗议该国伊斯兰著装规范的报复。自周末以来，又有数十所学校受到影响，更多女孩被迫寻求医疗援助。去年，伊朗爆发了抗议活动，原因是一名年轻女子因在去足球的路上穿着公共服装而被拘留。此后，伊朗妇女带头发起了一场反对伊朗政府父权制统治的变革运动，包括呼吁改革该国的着装要求。去年，许多伊朗女性在 Instagram 上分享了她们通过#MeToo 运动受到骚扰和攻击的经历，尽管移动应用程式被禁止。目前，对年轻女性的毒药袭击暴露了该国持续的厌女文化，数百名父母抗议国家未能保护他们的孩子。伊朗持续的抗议活动以及政府的回应，凸显了该国对妇女的持续压迫，这使得它成为一个特别难以成为女性的地方。妇女面临服装、教育、工作、旅行等方面的限制，以及该国司法系统下加重的惩罚。持续的中毒事件以及官方的反应表明，暴力厌女症文化旨在强制屈从和限制自由。诡异量子科学的侦探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Reuters， Alan Aspect
Anton Zeilinger 和 John Clauser 因其在量子力学方面的发现而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些发现在密码学、激光技术和精密测量方面带来了新的应用。这三人被认为证明了量子纠缠的原理，即一个物体的性质可以影响另一个物体的性质，无论它们的分离如何，以及光子对在空间上变得相关的程度。克劳瑟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阿贡国家实验室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前研究员。他说他们的工作进一步加剧了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幽灵般的一面的不满。计算领域，尤其是加密领域，已经被量子力学和纠缠推向了新的界限。事实上，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在推特上庆祝了获奖者。他说，爱因斯坦本人不相信量子纠缠。今天，量子计算的承诺就是基于这种现象。欧洲网络安全公司 Infinigate 与迪拜的 Starlink 合并。Reuters， 网络安全公司 Infinigate 集团与总部位于迪拜的网络安全公司 Starlink 合并，创建了一家估计收入约为22亿美元的公司。Starlink 拥有300多名员工，年收入为5亿美元。合并后将继续在 Infinigate Group 旗下运营。Infinigate 成立于1996年，拥有约500名员工，在11个欧洲国家开展业务，包括法国、德国、瑞士和英国。据 Infinigate 称 ，Starlink 在11个国家开展业务。创立 Starlink 的 Mahmoud Niman 和 Nidal Othman 将继续投资于合并后的公司。Niman 和 Othman 分别成为 Infinigate 的中东和非洲地区首席执行官兼总裁。加密世界，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加密热潮中，交易名称。Reuters， NFT 交易为那些在惨淡的加密冬天中挣扎的人提供了希望。域名名称，如售价10万美元的 Coin Crypto 以及售价39000美元的 Beer App， 是一种新型的 NFT， 拥有者可以使用它们用定制的、令人难忘的数位钱包地址替换晦涩的数位钱包位置。随着 Web3 的出现，这些可能会成为有价值的房地产。Web3 是一个将使用区块链的未来互联网。目前，这些功能变数名称的二级市场正在为一些投资者提供选择。Unstoppable Domains 首席执行官马修·古尔德 Matthew Gould 表示，该公司出售的名称价格从5美元到10万美元不等。与此同时， ENS 功能变数名称是9月份 OpenSea 上交易量第4大的 NFT 类型，总交易量比上个月增长了 75%， 相当于1250万美元。即使加密冬天重创了 NFT 市场， NFT 交易也在增长。据专家称，价值最高的功能变数名称通常是那些具有简短英语单词、对流行文化的引用、Web3 或数位序列的功能变数名称。加密域仍处于起步阶段，不能保证他们或 Web3 会兑现其承诺。加密货币和 NFT 市场的波动性，以及技术的可扩充性问题和混淆的可能性，都是令人担忧的问题。用户发现，16个资源的数位钱包位置并不完全是使用者友好的，特别是对于非加密本地人。洛杉矶 ARK 的投资组合经理 Sasha Fleischman 表示，最高法院将审查美国对社交媒体的保护。Reuters， 美国最高法院已同意审理与联邦保护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公司有关的挑战。该案件的一部分涉及反恐法，涉及 Nohemi Gonzalez 的父母和亲属。他是2015年巴黎伊斯兰恐怖袭击的130名受害者之一。该诉讼声称，谷歌和 YouTube 向某些使用者推荐了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视频，违反了联邦反恐法，实质上支持恐怖主义。谷歌、YouTube 和 Twitter 受1996年通信规范法第230条的保护。该法案保护交互式计算机服务不被视为使用者提供的任何资讯的发布者或发言人。针对谷歌的诉讼试图反击这一点，理由是这家科技公司的演算法向用户推荐了某些内容。特斯拉的机器人挥了挥手，但还不能走路。马斯克计划制造数百万个。Reuters， 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办公室里，特斯拉展示了其提议的人形机器人 Optimus 的原型。被称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未来主义的机器人将成为机器人行业的竞争对手。马斯克预测未来将价值数万亿美元。由于数十亿美元的潜在风险，
这款机器人的推出是特斯拉不断努力的一部分，以声称自己是不断发展的人工智慧行业的一部分。特斯拉是唯一一家推动大众市场机器人的公司，这些机器人也可用于工厂工作。包括丰田和本田在内的其他汽车制造商已经开发出能够做复杂事情但与大众市场机器人无关的人形机器人原型。根据该公司联合创始人马斯克的说法，现有的人形机器人缺少大脑，但擎天柱将是一个能力极强的机器人。特斯拉的目标是以不到2万美元的价格生产数百万个。为元祖跳动新增4名董事，将董事会扩大至9名。南华早报 Reuters。 据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称，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的母公司为元祖跳动将通过增加4个席位将其董事会扩大到9名成员。此举被视为提升公司的国际形象，并在监管机构和投资者之间建立信任。然而，分析师表示，额外的任命也可能是为元祖跳动创始人和早期投资者之间的内部权力游戏。为元祖跳动在美国面临住网络安全问题的挑战，以及中国当局是否利用 TikTok 来利用用户数据的问题。作为回应，该公司增加了旨在提高透明度和确保用户隐私的措施，尽管他否认与中国政府共享数据。本月早些时候，一群参议员敦促监管机构对 TikTok 展开调查，以获取有关该平台使用方式、处理用户数据和错误资讯的方式以及其他问题的更多资讯。随着 TikTok 的快速增长，该版的扩展，该应用程式最近下载量超过15亿次。该平台最近也因许多人认为的年轻女孩的性化而受到批评。英国立法者最近对不当资讯和色情内容的普遍存在表示担忧。该公司已承诺增加这一领域的适度。科技简报：科学家的快捷工具。我们即将开放订阅，请推荐给你认识的科学家。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